对。凤凰杀人了！凤凰杀人了！凤凰杀人了！都别动！大理寺卿胡大人在此，我看谁敢造次！穆大，你快醒醒！穆大，你不能死啊！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赎回？退后！你刚才为何喊凤凰杀人？我看见凤凰穿过屏风，在牡丹的脖子上啄了一下，天上凤凰在飞，凤凰在鸣叫。是啊，我也听见了。可是凤凰杀人，那可是凶兆啊！古真现在是逆臣当道，祸乱百姓，是要遭天谴的。住口！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凤凰浑身是火。若是凤凰杀人，那这牡丹身上怎么没有一丁点被烧灼的痕迹？明显她已经死亡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凶手一定是人啊！所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尤其是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没注意到你的袖剑？你说的是这个？哎呀，行走江湖带一件防身的兵器，不过分吧？我看你是想刺杀胡大人吧？我算是长见识了。你们这些官差，不在官府里好好办案，跑到这里来喝花酒，最可疑的是你们吧？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适才属下说的有些或许是正确的，你浑身充满杀气，确实是来寻仇的。笑话，我游山玩水，途经神都罢了，有何仇可寻呢？洛阳的柳絮半个月前就飘完了，早上我见到潞州商人货车的毡布上也有柳絮，你起码要日行200里才能把柳絮带到这儿。你身无一物，拎着一把剑日行100里，不会只是为了来神都游玩吧？我猜你要找的麻烦就在这儿。如果我能证明凶手另有其人呢？你若能击凶，大理寺定不会污你清白。一言为定，麻烦帮我拿下剑。
你看什么看？你能破案就破案，别在这故弄玄虚的。小兄弟，有何高见呀？既然他们都到这儿了，那就借机一并除之，以绝后患。小兄弟，有何高见呀？死者的嘴里有一些迷药的味道，说明被人下了毒。这你也能闻出来？当然，还有他的衣服也是潮湿着，里面充斥着烟熏、雨水。或许早在舞女开始表演前，牡丹就已经被杀害，放在了这屏风之后。被杀后放在了屏风后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原来是这样，凶手在羊肠里面放满了血，缠绕在牡丹的脖颈处。凤凰看起来啄的是人，其实是羊肠。那按你这么说，凶手还能操控凤凰精准定位，这也太扯了吧！掌柜，牡丹今日出过门吗？没有，牡丹性格孤傲，平日就很少出门。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1个时辰前吧。应该是半个时辰以前。刚才命案发生时，你被吓破了胆，为何时间记得这么清楚？禀大人，本店一直是靠香篆记录时间，一盘香篆是1个时辰。今日是牡丹姐亲自点的香，现在应该只烧了一半。那如果不是牡丹自己出去的话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：凶手将其迷晕之后带了出去，残忍杀害之后才送了回来。不可能，酒楼只有1个大门，而且出入的客人我都记得清楚。那说明舞池并非第1案发现场。大人，这边请。这里啊，就是牡丹的闺房。这上面有绳子摩擦出现的痕迹，凶手可以从这里进出。你小子看清楚，这是2楼，难不成凶手会分身术？上面自己用绳子放人，同时自己在下面接人。你分析的对，所以在这个酒楼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帮凶。我刚见到你时，就闻到一股血腥味儿，知道是菜不新鲜。其实是下雨后，因你太过紧张，搬运尸体时不小心染上了血。血腥味儿，这菜是不新鲜还是？大人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马上给您换一盘。对不住，大人。经我无意提醒后，你就趁机换掉了衣服。大人，刚才确实是本店招待不周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万有。你是趁客人没来的时候，就将尸体放到了那屏风之后。我今日在厨房不小心打翻了鸭血，所以身上才有血腥味儿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怀疑他呢。他开了2楼牡丹隔壁的天子房，有大把机会下手。怀疑不重要，只要找到你换的那件衣服，看看上面是否有血渍，再和现场比对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大人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，大人，我没有杀人啊，大人，我没有杀人。胡大人果然搜到了，在地窖里面藏得很隐蔽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
走。其他人等先退下去吧。是。且慢！你之前行为诡异，大人，我建议将此人立刻押回大理寺，严加审讯。小兄弟，你这一手闻香断案，可令人大开眼界呀！还是要多谢小兄弟鼎力相助。大人的鼻子也很没，我鼻子不行，我这，嘿，我靠瞎猜，你这本领是先天有之，还是后天习得呀？剑行不怕，娘在呢。一会儿，不管你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都千万不要出声，一定要藏好。快去，快！对了，还未正式介绍，在下大理寺卿胡正义，贤弟怎么称呼？姓李，名剑兴，剑兴兄弟，哪里人？灵州。好地方。之前我说过，你是来寻仇的，敢问这个仇人是谁呀？寻的便是大理寺卿胡正义。曾少，你太过实诚了，连玩笑话都听不出来。大人，这你的房间就在此处。这房子半年没人打扫了吧？让你住你就住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有重大嫌疑，没事别乱跑。那既然胡大人都已经说了，让我来此暂住，协助调查凤凰案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把我当犯人，跟我吆五喝六的？你，我犯不着跟你斗嘴皮子。
有刺客，追！是，追！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无法，走，出去看看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大人，我听说你最近住在福来酒楼，刚入住几日，但尚未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他下手。以你的身手，不应该呀。自打大人告诉我李家灭门案的真凶就是胡正义，这个名字就如同烙印一样，深深地刻在我心里。但我仍需要查明灭门案背后所有的真相，所以，我需要等。你做事向来有分寸，我信得过。但切莫让我失望。好不容易查到当年的灭门案和胡正义有关，这唯一的线索可不能断了。而且洛阳城最近一直有百姓横死，不能见死不救。你才跟他认识1天，就被他蛊惑了？现在竟然还帮他查起案来了？我倒是觉得这凤凰案没那么简单。应该和当年的灭门案有所关联。可你毕竟是来报仇的，有我在，也算是有个照应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心意。等你大仇得报，我们2个一起归隐山林。到时候你去哪，我就去哪。沈轩，看着我的眼睛说。出去吧。放心吧，分哥。对了，最近大理寺来了个叫李建兴的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但绝对不是什么好鸟。你记住，无论他跟你说什么，都不要回应。放心，我对胡大人绝对忠诚。
抱歉，吓到你了。你就是那个人模狗样的李建兴？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大理寺仵作，送甜甜。在下李建兴，胡大人请来帮忙的。哦。别动，刀上有毒。在下在外闯荡多年，第一次见到女仵作，还是身手这么好的女仵作。我在这儿是为了报胡大人的恩。哦，胡正义这个老狐狸，还知道收买人心。我是真心留下来的。几年前，有个畜生想侮辱我，我失手把他杀了。那是坏人该死，你杀得对。怎么了？曾头总是爱疑神疑鬼的，你能这样想，肯定不是坏人啦。所以是胡大人帮你脱了罪？胡大人判了我秋后问斩。什么？2个月后，圣人大赦天下，就把我给放了。那你应该感谢圣人呀。你觉得胡大人为什么会判我秋后问斩，而不是斩立决呢？他们都中了好奇怪的毒啊！愿闻其详。死者是因为流血过多而死，但你看，伤口只有鸟啄般大小，这样大小的伤口是不足以流那么多血的，血会提前凝结，但这些尸体上的血都已经流干了。而且我问过现场的捕快，他们说现场也没有那么多血迹。所以你觉得是下了毒才会流这么多血？不是我觉得，是我验出来的。此毒无色无味，加之伤口又被清洗过，所以很难被发现。难怪我没闻出来。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毒吗？不过，你看，这些死者身上都有这样的痕迹，这些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倒吊着，就像是被放干了血一样，太残忍了，太歹毒了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凤凰作案吧？圣人登基时，百姓看到有金凤凰从明堂飞出，以为是天降祥瑞。如今血凤凰一出，祥瑞便恶兆。臣以为当严查血凤凰一案，始作俑者将他们斩草除根。另外，再请江湖杂耍人上演一出金凤凰啄血凤凰的戏码，以此昭告天下百姓，血凤凰已被祥瑞降服。孙承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圣人息怒，臣该死。你的确该死，江湖把戏怎么能跟当朝祥瑞相提并论？圣人圣安。胡青来了，你先起来吧。谢圣人。听闻昨日凤凰杀人时，胡大人刚好在案发现场。哦，这么巧。回圣人，就是这么巧。那胡青，你怎么看？臣以为，此案肯定不是凤凰杀人，而是人为。既然胡青这么肯定，那此案就交给大理寺去办吧。圣人既要速查，可否加个时限？毕竟人言可畏啊。如此甚好，臣10日内
定破此案。10日之内，怕是再过1、2日，这谣言便早已传出了神都。身为大理寺卿，还望胡大人能够为国分忧，早日查明真相，以安民心。胡正义，臣在。朕命你3日内破案，肃正台协办。谨遵圣人圣谕。牡丹，就是我先杀后奸的，什么帮手，那都是你们瞎猜的。好，我呀，洛阳第一神母，手里边还没有结不了的案，所以啊，我专门为你们这群人渣设计了一道大餐，叫做斩草除根。这一刀干脆利落，即便你堕入地府做了一只鬼，也绝对做不了色鬼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会把你那活塞到你的嘴里，让你面见阎王时连话说不利索。尝尝。我说，大人，背后指使我。快来人！大人，松绑！是有人在水里下了毒，可是好奇怪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毒。这种毒，我也未曾见过。那唐官死后，我们羁押了给他递水的狱卒，同时，也调查了一直给大理寺送水的老李头。这个老李头死了吧？是，属下失职。唐官的人际关系查了吗？这唐官3年前老家饥荒，逃到了神都，被店家收留。不过他有一个不太好的癖好，就是爱赌钱。据赌坊老板所说，他之前赌得很小，但最近出手很大。看来他是被雇来的帮凶啊！查查他的钱是哪儿来的。是。大理寺可还住得习惯？实话实说，不如佛来巧楼。虽然我们这儿没有花团锦簇，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不花钱。大人留我下来，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？哦，剑行贤弟啊，昨天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觉得呀，你眼熟。咱们是不是之前在哪儿见过？我一江湖游子，见不着的。年纪轻轻就武艺高强，不知是族中长辈授意，还是拜过师门呢？家里呢，小门小户，父母走得早，也没拜过师，功夫自然是江湖上学来的。剑星兄弟的话说一半，藏一半，身上的秘密很多呀。人呢，行走在江湖当中，自然是有些话不想去说的。比如，既然说笑了，不是你邀请我来的吗？啊，对，忘了。实不相瞒，
凤凰杀人案仵作验尸的结果，让我想起了一桩旧案。什么案子？12年前，李作府灭门案。12年前，大将军李作被指控谋反，正待盛彩，岂料家中便闯入了刺客，全家走漏。此事一出，圣人下令要严查凶手，但是真凶至今仍未被抓住。当年案中遇害者的死状几乎和本案一致，若能查明此案，或许就能推断出12年前那桩旧案的真相。鹰嘴钩，当时凶手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武器，状如鹰嘴，直插入脖颈，人迎脉。剑心兄弟，你怎么什么都那么清楚啊？行走江湖，略有耳闻。不过10多年来悬案未破，大人不。需要一头猪。你看我说的吧，伤口会提前凝结的，只能流这么多。一个100多斤重的人，大概有多少血？8、9斤吧。不流了。大概1刻钟的时间。张默，刚才在洛阳的另2处又发现2具尸体，死者都是年轻女性，暂时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关联。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死者出现，我们需要主动出击。但是抛尸没有规律性，我们又没有办法预测到抛尸地点，怎么抓呢？抓凤凰。地图。凤凰每次出现后都会飞上1刻钟的时间才消失，抛尸地点也不会太远，所以
根据2个最远的案发地，划定凶手活动直径，在这个圈内进行搜寻，把我们的人分散开，形成网络。这样，一旦凤凰出现，就会有人马上赶到。今晚之前，必须抓到凶手。属下遵命。哎，曾胜，那2具尸体呢？都运回大理寺了。怎么了？不要拉到仵作坊，都给我拉到院子里去。剑心兄弟，你这种查案手法真是清奇自然，让我们大开眼界呀！装神弄鬼，我倒不觉得。剑星大哥一看就是有真本事的样子。你叫他剑星大哥？你俩才认识几天啊？你叫他大哥？你叫我你才叫……不对，不对啊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哪里不对？牡丹的房间里有。别急，我知道他要去哪里。神都，我比他熟。你也闻闻。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？不，非常有这个必要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味道到底是不是一致的，还是有区别的？从脚开始闻。那我试试。樟木的味道一致，这就说明这些女子都在一个有樟木味道的地方待过，而且是大量樟木，少量樟木条根本做不到。樟木的味道。让一让啊！就是它。临济仓库。什么人？仓库中敌也敢硬闯？大理寺办案。大理寺？那大人可有腰牌凭证？原来你就是洛阳第一神捕曾头。哎呀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曾班头，请。大理寺曾胜前来查案，管事的何在？哎呀，来了。
您就是曾少？是我。啊，你也是曾少？哎，那你们到底谁才是曾少？当然是我。你敢偷我腰盘？给你。江头，来都来了，那既然你不喜欢我冒充你，那下次我冒充胡大人。去仓库。哎，大人请。在神都，除了这间仓库之外，还哪里有大叶香樟啊？咱神都啊，不产这个大叶香樟啊，充其量啊，也就是老百姓家里有那个樟木条，可以驱虫啊。大人你也知道，从南方运到这里，就是堆在我这里啊，然后再分工送到这个大福仙寺。那最近除了我们，还有谁会进出这间仓库？就是这些搬运工。啊，大人里面请。哎，大人就是这儿了，所有加工好的樟木啊，全在这儿了。啊，胡正义挺有城府。既然都知道樟木的存放位置，刚刚为什么不直言相告啊？胡大人的心思，岂是你这种人能揣测的？管事，哎，这仓库多久没有清洗过了？哎，瞧您说的，按照规定，我们每个月都要清洁仓库的。咱们这儿可有樟木的运输路线和停放的地图？哎，有，小张，地图。哎，啊，去吧去。大叶香樟啊，不是本地树种啊。大人您看啊，这圣人啊要修建大福仙寺啊。大人您瞧，这圣人要修建大福仙寺，这木材经墨水运往至洛阳，后经由仓库，最后再到大福仙寺。大福仙寺，行了，交给我了，晚上回去等着我。哎，你怎么又走了？曾生，曾生，哟，挺认真啊，破案的。怎么样？有什么？看什么呢？你还挺适合这件衣服的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哎呀，有些地方没去成，但不过目前查探到的地方来看，香樟味浓郁，并没有血腥味。有没有可能这些女孩都在有樟木熏香的地方待过？写着点啊，新樟木和旧樟木之间的味道是有细微之差的。闻了大福仙寺和仓库，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，就是新樟木的味道。我姑且相信你的那套气味理论。那第一起酒楼的案子中，牡丹消失了大概半个时辰。我们减去放血用的1刻钟，还剩下3刻钟。你有把握在3刻钟内抱着人跑这样一个来回吗？酒楼到大福仙寺不行，酒楼到仓库也不行。谅你也不行。那就是在运输途中染上的。那更不可能了。运送尸体的时候，尸体一定是被包裹住的，即便是遇上了，也很难覆盖到衣服上。那要你这么说，这3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杀人取血的地点。那凶手是怎么做到在这3个地方用半个时辰完成杀人放血的？倒是奇了怪了，哪儿出问题了？我知道了，你狗鼻子出问题了。谁是狗鼻子？才是。总之，我会将此事禀告胡大人。我们应该还要去一趟酒楼，毕竟那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或许我们疏漏了什么线索。还算有点聪明。走吧。
掌柜的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大人，我们这几日不开张。无妨，我们就是来溜达溜达。哦，这福来酒楼在神都颇有名气，如今竟落得如此冷清啊！大人您也知道，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客人们都不愿意来了，伙计们也都走光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这打打杂什么的。杂役啊，这几日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？别说可疑的了，人都没来过一个。掌柜去哪儿了？掌柜的说他身体不适，在家休息呢。那天晚上凤凰来之时，有没有什么人突然跑出去了？记不太清了，我可能得想想。香传，大人，这个是事发前新买的香粉。哎，奇怪，这只用了一次，怎么少了2盒啊？有人偷偷换掉了香传。那就对了，事发当天，我们每个人都见过牡丹。当时堂官提醒我们，牡丹点燃了一支香转，于是，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，通过香转倒推进到牡丹的时间。但殊不知，有人偷偷换掉了已经燃烧掉一半的香转，如此便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缩短了牡丹失踪的时间。所以，之后的命案，大约都是每隔1个时辰发生一次。这样的话，仓库和大福仙寺都有可能是第一现场。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尸体送回酒楼呢？因为他们想拉我下水呀。看上去好像是针对圣人继位，其实主要对付的是我呀。大人，此话怎讲啊？这起案子，只要我在现场，就只能交给大理寺来查。这起案子还牵扯着圣人继位时出现的凤凰祥瑞，我若查，必然会牵扯出圣人登基时的旧事；我若不查，军令状为先，之后便是革职。此案一箭双雕，看似拿捏圣人，实则也顺手除掉我。大人，当今朝中与您不对付的只有孙承景一党，可如果真是他干的，他就不怕没把您拉下水，反而把自己的荣华富贵给搭进去了。或许有什么无比重要的理由，使他即便丢掉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也要把我拉下水。掌柜，哎，你说这个仓库的钥匙，你们这儿都有谁有啊？只有杂役小郭他有。那他有没有可能交给别人？这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我一开始就叮嘱过他，如果他把钥匙借给别人，万一这仓库丢什么东西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他会借给那个堂官吗？那绝对不会。那个堂官呢，他虽然说平时比较勤快，但是他手脚不干净，这点啊我们都知道。那牡丹宴开始前，杂役在什么地方？他应该是在后院忙活，平时他还做一些运输的事儿。他从什么时间开始来您这儿干活的？大概1个多月前吧。曾生，之前你们也查到，那个堂官也是1个月前才突然开始有钱的。是的。那杂役平日里有没有什么习惯呀？啊，他平时喜欢鼓捣些花花草草的，还有就是特别爱干净。花花草草。掌柜，方便您带我们去您后院看看吗？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死者的房间。那如果那天有人想要从这儿搬运尸体的话，就必须要先确保这个院子没有人。而且忙碌的杂役他不能说出去。走。那如果这件事情想要绝对的万无一失的话，
各位，那这个人其实就是杂役他自己。是你杀的不丹。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别动。跟我回大理寺。他中了血毒，该求饶的是你们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祭蒙此光，永驻乾坤！奇怪，这毒也无色无味，我未曾见过。大人，身上全是厌食的粉末，厌食易于炎黄。曾胜，刀！跟我来。曾胜，去找根树枝。给，一会儿别喊出声，弄昏过去，我可不负责扛你。给我拿开！我但凡叫一声，你以后就是我义父了。血毒，我有所耳闻，现在只是将它暂时封毒，短时间内不易扩散到全身。不过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不能根除。无妨，我定会找到背后之人。咱们回去吧，再不走就宵禁了。我可不想住在这儿。走。我呀，鬼啊！鬼！大人，不好，大人！发生什么了？有鬼！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！有鬼！有鬼！胡说！朗朗乾坤之下哪来的鬼？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，刚刚就……师的轻功很是了得。我听说他有一个女儿，自幼天赋异禀，继承了他的衣钵。他们露出马脚了。大人。
发现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剑心兄弟，现在可是宵禁时间，让人抓住了很难解释的。胡大人，我身后这柄纯阳剑，是我挚友道行逆师夫妇的独门宝剑。看来他们已经将剑传授给他们的女儿。今夜我是去还剑。还剑？那你为什么不白天去啊？他们待的地方那可是鬼市，白天进不得。鬼市？鬼市什么样？我们一块去好不好？这鬼市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？你去过吗？哪儿那么多话？爱去不去？什么情况？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剑没伤到。真没想到，1日之内，你竟救了我2次。胡某欠你一条命。胡大人，说不定未来哪天，我真的让你还。好，只要不违背道义和原则，你尽可以提条件。开个玩笑，胡大人不必太在意。好，这到底是谁要刺杀我呢？这支箭跟之前射入大理寺的那支形制是一样的，这是雀鹰的羽鸡。雀鸟通常都饲养在城北的萧山、军备司的老巢，估计是某些早就看不惯大理寺的贪官污吏，要趁机除掉我。哼，看来大人在朝堂上面也不大会做人。你鼻子灵，你闻闻。哎呦，我又不是狗，你说让我闻我就闻。剑行贤弟，你都救了我2次命了，咱们是生死兄弟呀！啊，闻闻吧，啊，乖，闻出线索也好有防备啊，对吧？应该是华母。华母。这就对上了，这就是扬州军备库5年前失窃的那批剑。刚才的刺客，或许就是当年的偷剑贼之一。你想多了，仅凭一支断剑说明不了什么。况且这个剑都丢了5年了，也不知道斩首多少次了。说的有道理。可今晚上我们去鬼市，纯属偶然呐。不止刺杀，起码要1刻钟，可见对方时刻在监视着我们。哎，大人，这个刺杀案就算被你破了，也没什么奖励。可是凤凰案呢？凤凰案再不破，麻烦可就大了。
等等我。这里就是鬼市了，都是一些走投无路之人的汇聚地。吴大人，这里瘴气横生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迷晕，小心。难怪，那这里也算是易守难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对这儿怎么这么了解啊？朝堂之上的事情，我没你清楚。不过在江湖上，我知道的一定比你多。就这么笃定？当然，要是没有我，你在这片鬼市里面绝对找不到倒行逆施的。看来你是小瞧我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了。打个赌，2两银子。这位大爷，请问倒行逆施2位天师住在哪里啊？胡大人，他是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见不得光的人，被通缉的，有仇家的，无处可去的，就你一生面孔，万一是来寻仇的，他岂不是害了我？看来你是这儿的熟人了。